你敢相信吗？中东战场打得热火朝天，导弹对射，炮火连天，所有人都以为能扛住爆炸冲击波的肯定是厚重的钢筋混凝土，或是高大上的高科技防护系统，但现实狠狠打了个反转，前线士兵最依赖的保命装备，居然是一种看起来平平无奇、装满沙土的钢丝网箱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些不起眼的钢丝网框，十有八九都来自中国河北的一个小县城，名叫安平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过安平县这个地方，但在全球战地防护市场，安平早就悄悄坐稳了隐形冠军的位置。说句实在话，中东战场上很多士兵和营地的命都是这些中国制造的网箱给保住的，这可不是小编夸张，是实打实的战场现状。要搞懂这东西为什么能在战场封神，咱们得先说说战场防护的前世今生。最早的时候，战场防护没什么技巧，全靠堆沙袋，士兵们扛着一袋袋沙土，累死累活垒起来，做成简单的掩体。但这种方式低效到让人崩溃，一个排的士兵忙活一整天，顶多只能堆出一条勉强能用的防线，而且沙袋特别脆弱，一遇到爆炸冲击波，瞬间就散架，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，士兵们等于在拿命赌。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海湾战争期间，才被一个英国工程师打破。他突发奇想，把矿井防塌方的技术搬到了战场上，发明了一种可折叠的钢丝网箱，展开之后往里面填沙土，碎石，几分钟就能搭起一道坚固的防线，比堆沙袋高效很多。后来，一家叫 Haskell 的英国军工企业把这项技术注册了专利，做成产品推向市场。很快，这种防护网箱就成了全球战场的刚需。欧美军队在阿富汗、伊拉克战场大量使用，但这东西的价格简直贵得离谱，一套网箱动辄几千美元，而且交货周期特别长，经常要40到50天。即便如此，各国军队也只能硬着头皮买，因为战场上没有替代品，总不能让士兵赤手空拳扛炮弹吧。那时候，全球战地防护市场完全被英国这家公司垄断，他们躺着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你可别看它长得普通，就一个钢丝网焊成的箱子，里面铺一层土工布，填点沙土，但防护的能力真的不容小觑。根据行业数据，一个标准的防爆网箱防护能力相当于1500个手工沙袋，而且搭建速度快到惊人，借助装载机10秒钟就能展开，几分钟就能填好沙土，完成搭建比堆沙袋快上了100倍。它的用途也特别广，在战场上几乎无处不在。首先，能轻松挡住轻武器射击，士兵躲在后面不用担心被榴弹击中。其次，能有效缓冲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，减少爆炸带来的伤害。除此之外，还能拦截高速弹片，甚至对汽车炸弹的爆炸威力也有一定的削弱效果。所以在中东战场上，你能看到到处都是这种网箱，用它建士兵营地，筑牢安全防线，用它做防爆墙，划分作战区域，用它搭哨所掩体，守护前沿阵地，甚至机场防护、临时避难设施都离不开它。美军也大量使用这种屏障，不仅用在基地防御、帐篷周围，就连直升机降落区域也靠它防护，而且还能用机器自动展开，装载机负责填充，完全机械化，效率拉满。更厉害的是，它不光能用于军事领域，因为搭建快速、易于操作，还能用来防洪，如今在世界各地都被广泛应用。而这些遍布中东战场的防爆网箱，绝大多数都来自安平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一个河北小县城怎么做出这么厉害的军工级产品？其实，安平的逆袭从来都不是偶然，背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努力。说起来，安平一开始做防爆网，可是受了不少委屈，被欧美同行狠狠嘲笑，堪称屈辱开局。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安平可不是什么军工重镇，它的老本行是丝网，而且做了几百年。从明代开始，当地人就靠编筛网、做护栏、织铁丝网谋生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丝网之都。根据安平县政府最新数据，现在安平有上万家丝网企业，21万从业人员，5.8万台织机，从钢材拔丝、焊接、镀锌到成品组装。
几乎所有工序都能在本地完成，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集群。但早年的安平丝网一直被困在低端市场，做的都是养鸡网、纱窗、围栏这种简单产品，利润薄得可怜。一卷出口的养鸡钢丝网利润还不到10元，那时候欧美同行根本看不起安平企业，觉得中国人只会做这种低端货，根本做不了军工级的防爆网箱，甚至直言安平人连防爆网的门槛都摸不到。这种嘲笑成了安平人心里的一根刺。看着英国 Hasco 公司垄断全球市场，躺着赚高额利润，而中东战场上急需这种防护装备，价格却被炒得老高。安平人暗下决心，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，而且要做得更好更便宜。可真正动手才知道，军工级防爆网箱远比想象中难。安平人一开始拿到国外的样品，拆开研究，模仿着做，可做出来的产品一测试就出问题。早期仿制的防爆网30%在压力测试中出现焊点、崩裂、网箱变形，根本达不到战场标准。大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网箱，它的要求可比养鸡网高太多了。战场环境极其恶劣，网箱要承受几吨沙土的压力，还要长期暴露在中东的高温、沙尘、高盐海风里，普通钢丝根本撑不住，焊点一炸就崩，土工部也容易老化破损。但安平人骨子里的执拗被彻底激发了，他们不认输，死磕每一项工艺，开启了逆袭之路。为了解决材料强度和焊接工艺的难题，安平企业放弃了普通低碳钢丝，四处寻找高屈服强度线材，还投入重金引进，自主研发大型高频重型排焊机。工程师们吃住在车间，反复调试焊接电流与施压时间。经过上百次测试，终于将焊点牢固度提升到极致，破片阻挡率达到98%，彻底解决了焊点崩裂的问题。紧接着，防腐难题又接踵而至，英国原厂的高厚度热镀锌技术是难以突破的壁垒。安平人没有盲目模仿，而是联动本地镀锌厂升级生产线，打造出专门针对中东恶劣环境的重型热镀锌工艺，将锌层附着量提升到普通丝网的几倍甚至10几倍。经盐雾试验验证，暴晒数月也不会生锈，性能远超欧洲军工标准。就连容易被忽视的土工部，安平企业也联合国内顶尖纺织厂家，反复调试抗老化配方，研发出可在中东烈日下暴晒数年不破损的专用土工部，彻底解决了所有细节隐患。就这样，经过无数次测试改进，安平的防爆网箱性能终于达到，甚至超过了欧美产品。当然，安平最大的优势还是成本和速度，这也是彻底打败英国 Hasco 公司的关键。依托本地完整的产业集群，钢材从唐山钢厂直接运抵，生产全流程都在几十平方公里内完成，运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。再加上规模化生产，安平把防爆网箱的价格压到了英国产品的1/3甚至1/5，交货速度更是碾压欧美。英国产品需要40到50天才能交货，而安平企业通常10几天就能完成。量大还能加急，对于战场来说，时间就是生命。快速交货的优势让安平防爆网箱瞬间赢得了中东市场的青睐。从2020年开始，全球大部分防爆网箱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。据行业估算，现在全球80%以上的订单都来自安平的供应链。曾经垄断市场的英国 Hasco 公司彻底撑不住了，有的停产，有的倒闭，还有的干脆放下身段找安平企业代工。曾经的行业霸主，如今只能给中国小县城的企业打工，想想都解气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就连美国军队的后勤部门也开始从中国采购这种防爆网箱，毕竟战场需求太大，没有这种装备，很多前线营地根本无法快速建立防护，再高傲的霸权也得向实用低头。如今的安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能生产低端丝网的土味小县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安平丝网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1150亿元，产品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年出口防爆墙超100万个标准网箱，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，还实现了产业升级，从低端丝网到军工及防护装备，从被嘲笑到垄断全球。安平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力量。很多人总觉得中国制造只能做低端代工，但安平的例子告诉我们，真正强大的制造业不只是高科技产品，还有这些看似普通但不可替代的基础工业品。没有复杂的黑科技，没有华丽的宣传，就是把一个简单的产品做到极致，一点点优化材料、工艺和效率，最终就能形成全球都离不开的供应链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